嗨，大家好，這期影片我們講另一個 UFO 接觸事件。一天平靜的海面突然開始沸騰起來，海水像是燒開了一樣，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水下劇烈的攪動。緊接着，一個白色、沒有翅膀、沒有尾巴，像是 TikTok 薄荷糖一樣的物體突然出現，懸停在海面上空，距離海面大約50英尺。從遠處看呢，它幾乎是不動的。如果視角拉近觀察的話，你會發現它其實是在水面上來回彈跳，就像是乒乓球在平面上彈跳一樣。那這是2004年11月14日下午，美軍最精銳的 FA-18 超級大黃蜂戰鬥機飛行員親眼看到的真實一幕。2023年國會監督委員會 UAP 聽證會上，指揮官 David Fravor， 我們下面管他叫大衛·弗雷，宣誓作證時呢，現場鸦雀無聲。他平靜卻堅定地描述了那一天的遭遇，全場議員和觀眾似乎都被他的描述震懾到不敢呼吸。那這一期我們講的故事就是一次被軍方正式劃分到無法解釋 UAP 事件中的公開檔案 TikTok 事件，也叫尼米茲航母 UFO 遭遇事件。大家好，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这期影片我准备了很久的时间，越到後面越精彩，希望您能夠多停留一會兒。喜歡的話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那我們繼續今天的故事。這次的事件呢很特殊，所有的主要目擊者都是從尼米茲航母上起飛的飛行員，是一次群體的目擊事件，而且有大量的雷達和紅外探測儀等多傳感器捕獲的數據作為佐證。2004年11月14日下午，大衛·弗雷正帶着僚機在加州外海執行2v2空戰訓練。在過程中呢，突然普林斯頓巡洋艦的雷達控制室通過無線電下達了緊急指令。普林斯頓號就說當時就說 Black Aces 1號機訓練暫停，有真實世界任務，立即前往攔截一個不明目標，坐標已發送。弗雷先是一愣，隨即就回復道：收到，普林斯頓，我們現在就過去。那當時第一時間接收到指令的其實不止弗雷一個人，一共有4個，其中包括弗雷和後座的武器操作員，以及僚機上的飛行員亞里克斯·迪特里希和他的武器操作員。4個人呢一起壓低機頭，向着目標快速移動。當時天氣很好，晴空萬里，微風，海面很平靜，沒有任何的白浪。當他們飛到大約2萬英尺的高度時呢，雷達顯示信號重疊。那可視範圍內呢，他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什麼物體，而是海面右側一大片詭異的白水區，就像是海水沸騰了一樣。弗雷馬上進行聯絡，普林斯頓，這裡是 Black Aces 1號，我看到海面上有大片的白水區，看起來像是有什麼東西在水面以下。4個人呢同時邊靠近邊往下看。弗雷突然在頻道裡面喊道：看那個，我的天哪，那是什麼？一個白色膠囊狀像巨大的 TikTok 薄荷糖的物體，大約40到46英尺長，跟 FA-18 差不多大小，表面光滑呈白色，沒有機翼，沒有尾翼，也沒有旋翼，而且也沒有可見的推進裝置或者是排氣痕跡。它縱軸指向南北，就那麼懸停在白色水域上方約50英尺處，然後突然像乒乓球一樣在水面上沿着南北和東西來回彈跳。弗雷說：2號機你繼續觀察，我下去看看。隨後他的飛機開始順時針盤旋下降，而僚機呢跟在很遠更高的位置上，提供掩護和觀察。就在他們下降大約90度的時候，僚機上的迪特里希突然在無線電裡喊道：1號機你注意，目標在動，而且他在跟着你轉，他在鏡像你的動作。那這時候就看見那個 TikTok 也開始順時針的移動，完美鏡像了弗雷的動作。他仿佛在有意的進行回應，把自己的縱軸轉過來對準弗雷的飛機，然後開始以相同的速度爬升。也就是弗雷的飛機在盤旋下降，那這個 TikTok 在盤旋的上升，兩個飛行物之間仿佛隔着一面鏡子一樣，動作完全的同步。弗雷在頻道裡面說：他發現我了，讓我陪他玩玩。弗雷繼續壓低機頭，想切進內圈正面攔截。當兩架飛機下降得越來越低，距離不明物體只有半英里的時候， TikTok 這時候就在機頭的左側。那這個物體突然以驚人的速度瞬間加速，眨眼間就從視野裡完全消失了。那我們後面也會一起分析它為什麼能夠加速這麼快，為什麼能夠瞬間消失。當時的場景呢是沒有音爆，沒有任何漸進加速的痕跡，就那麼憑空突然的加速不見了。簡單來說呢，就是就我們目前人類的科技根本就達不到這樣的速度和效果。幾秒鐘後，普林斯頓巡洋艦的雷達操作員在無線電裡喊道：長官，你不會相信的，那個東西現在出現在你們的 CAP 點，也就是作戰空中巡邏集合點，大概距離是在60英里之外。
這裡說一下，這個 CAP 點是一个虛擬的点，簡单的說就是大家約定的碰頭位置。而且在軍事行動中呢，這種位置信息一般是保密級別很高的，外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那這個不明物體用了不到1分鐘的時間就飛了60英里，到達了這個 CAP 點。那弗雷這個飛行員是一個膽子很大的人，這個時候呢卻沒有一開始的那麼從容了。他腦子裡面只有一個念頭，這個東西好像提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僚機上的迪特里希後來回憶說，那個時候我整個人都僵住了，我們訓練了那麼多年，從來沒遇到過這種東西。那如果事情只到這裡就結束了的話，我們可能會覺得這一切可能只是巧合。那現在我們把當時的畫面補充得更完整一些之後，大家再來一起分析它的重量。我們先把時間拉回去，在這次事件發生之前，2004年11月，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正在加州聖迭戈西南約100到150海里的太平洋上進行例行訓練，為即將到來的空中支援軍事行動做準備。整個戰鬥群包括核動力航母和裝備了當時最先進的宙斯盾雷達的普林斯頓巡洋艦。從11月份的上旬開始，大約在11月10日前後左右，普林斯頓艦上的資深雷達操作員凱文就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雷達連續多天捕捉到一群異常的空中目標，通常5到10個一組。這些物體在大約8萬英尺的高度，那這個高度幾乎接近於太空邊緣的位置。它們會突然以極高的速度下降到海面附近，有時候降到500英尺，有時候下降到2萬英尺。停留一段時間之後呢，就唰的一下子又返回到高空的位置。整個下降的過程用時不到1秒鐘，速度快到讓人難以置信。凱文敘述說，我們一開始以為是錯誤的檢測，但是反覆校驗雷達之後呢，發現根本就不是雷達的故障。凱文當時就想，這是個什麼鬼東西，甚至還給這些東西起了個形象的名字，叫異常空中載具。很長一段時間之內，這些目標反覆的出現，就像是對人類軍事力量的一種挑釁。之後就到了上面我們敘述的那一幕，11月14日下午，弗雷的戰鬥機群過去攔截，行動軌跡突然被鏡像，目標突然加速消失，空中集合點又瞬間的暴露。弗雷的整個行動都被普林斯頓指揮中心看在眼裡，所以又馬上派出了一組飛行員進行空中支援。那這個飛行員叫做查德·安德伍德，他的飛機裝備了先進的 ATF-LIR 前視紅外吊艙，成功拍下了這段後來被五角大樓公開的前視紅外視頻畫面。視頻裡這個白色的橢圓形物體在紅外畫面中穩定的飛行，偶爾有輕微的旋轉或者擺動，卻完全看不到明顯的發動機發熱軌跡。所有的這些證言和視頻畫面在2023年的 UAP 聽證會上被播出。海面白水沸騰，完美的鏡像動作，眨眼間的60英里瞬間移動，紅外幾乎無熱際卻平穩機動。聽證會上，證人敘述着自己的遭遇，現場安靜的可怕，沒有人能夠想到反駁的理由。那我們也來分析一下整個事件會不會被誤解或者是過度的解讀。那最常見的解釋就是有些人可能會說，是不是光學現象產生的視覺幻覺，或者是一些已知的飛行器被錯誤的角度拍攝之後誇張化了。可問題呢就在於目擊者是多名訓練有素的飛行員，而且同時目視觀察了大約5分鐘左右。普林斯頓的宙斯盾雷達還連續多天的跟蹤到了這個東西，紅外視頻畫面也可以作為獨立的證據存在。所以說巧合這種解釋根本就站不住腳，而且也不太可能是秘密測試的飛行器，因為別說是2004年，就算到了現在，人類最頂尖的飛行技術也遠遠達不到這樣的水平。無慣性機動，瞬間快速飛躍，而且這些年類似的事件發生頻率越來越多，他們的行為有一個共性，像是對人類的某些行為進行觀察，特別是重大的軍事行為。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看我之前布加球事件和也门 UAP 事件還有國會山 UFO 事件的影片，我都放在了視頻下方的置頂鏈接裡面。他們的飛行邏輯和人類使用的推進裝置完全相悖。凱文在聽證會上就說，這些飛行器它就不可能是人類造的。不說別的，它這種快速移動產生的加速度就能把任何人類已知的結構撕碎，除非呢這種文明的科技已經達到了原子層面。還有人提出可能是天氣現象或者是海面反射造成的假象，但是這種說法很快也被推翻了，因為這後來也被證實了，它很難用自然現象去解釋，所以邏輯上各種看似合理的解釋都是越解釋越牽強。所以這個 TikTok 它到底是什麼，官方在短期內也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但是我們呢可以根據所有已知的信息進行推測，這些信息包括雷達數據、弗雷斯人的目擊描述、查德·安德伍德的紅外視頻、凱文的雷達描述記錄。那在這裡先疊個甲，以下的觀點呢純個人的看法，可能會很跳躍，所以呢希望大家選擇性的理解。假設這個 TikTok
假設這個不明物體搭載的是一種引力的動力推进系統，它的核心原理不是靠发动机噴氣，也不是靠螺旋桨或者是机翼產生推力，而是直接操縱改變自己周圍的一小片空間，讓這片空間按照它想要的方式去運動。這種動能方式就像劉慈欣在《三體》裡面描述的曲率驅動一樣，不是讓物體主動的在空間中進行位置移動，而是讓空間本身發生彎曲和收縮。那這個不明物體可能就是用了類似的方式，把自己周圍的空間利用引力進行了扭曲和壓縮。那根據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來說呢，引力場它本身就能夠彎曲時空，所以說這一切就說得通了。這個不明物體只是把前方的空間進行壓縮，把後方的空間輕輕的展開。這樣的話呢，它就不需要自己加速，空間就會把它推向自己想要去的位置。我們在第三視角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它会以极高的速度進行移動，但實際上它移動的不是本身，而是周圍的引力時空。這就是它為什麼能夠瞬間加速90度急轉彎，完美的鏡像弗雷的動作，卻完全沒有音爆，不會出現任何尾跡，也沒有逐漸加速的過程。對了，那話說劉慈欣的曲率驅動應該是有尾跡才对。那說回来，海面的白水区可能就是这個引力場與海水相互作用產生的擾動。因為空氣中的擾動影響，我們幾乎用肉眼是很難觀察的。海水呢卻不一樣，空間的微小扭曲讓海水分子突然獲得或失去一小部分能量，看起來呢就像是海水被煮沸了一樣。紅外的視頻裡看不到熱劑也是同樣的原理，它沒有把能量以熱的形式向外散發，因為本身它周圍就沒有產生強烈的空氣摩擦力。以它的參照系來說的話，它周圍的時空可能幾乎就沒有什麼變化，而它釋放的能量轉化成重力和空間扭曲本身，所以在外面來看的話，它幾乎不發熱，卻能夠保持高速機動和穩定飛行。那如果上面說的不容易理解的話，我們用另一種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來解釋，它精準的出現60英里之外的集合點，可能不是因為它飛得特別快，而是它釋放的引力場直接讓起點和終點之間的空間發生了短暫的折疊，而這個空間穿越的過程似乎是更高一級維度的行為。而這種高維時空的空間跳躍投射到三維空間裡面的視覺感受，就是物體似乎沒有啟動的初始速度，也不會受到慣性的約束和加速度計值的干擾，瞬間的完成了大跨度的位置移動。再打個更形象的比方，就像是很黑的夜晚，你拿着手電筒照向很遠處的一個焦點。下班了？還得半個小時吧。你熱飯，我吃現成。好嘞，拜拜。拜拜。就像是很黑的夜晚，你拿着手電筒照向很遠處的一個焦點。當你擺動手電筒的瞬間，匯聚的光環位置會跟隨你手腕的移動，快速轉向很遠的另一個點。但不管這個光環移動的多快，實際上移動的呢，不是這個光環，而是你的手腕。手腕呢，就相當於4維空間，而光環就相當於它在3維時空中的投影。所以呢，這就叫做光環原理。那大家別當真，就隨便一聽，因為這是我編的。對他來說，60英里的距離可能只相當於我們走幾步路的距離。這個原理還能解釋它為什麼能夠從8萬英尺瞬間下降到500英尺的高度。而且這種說法可行的話，也能很好的去解釋之後出現的 gimbal 和 go fast 兩種不明的空中現象。不好意思，我的鼻炎又犯了。以及近幾年出現的多次 ORB 目擊事件，都反复出現了一樣的共性：無啟動速度，無明顯的熱劑，精準機動，突然跨介質移動。他們使用的可能都是同一種引力場動力的技術，也就是我願稱之為光環原理的动力裝置。其實我並不是想無謂的東拉西扯，簡單去吹牛啊，因為只有這樣去合理的猜想的話，前面那些詭異的細節，海面沸騰白水 TikTok 鏡像弗雷的盤旋動作，眨眼間60英里的瞬移，紅外視頻裡幾乎無熱劑卻能平穩飛行，雷達捕捉到連續2周有物體異常的下降與上升，用這個邏輯套用的話才能解釋得通。那如果你有什麼更有意思的猜想，或者有什麼別的想法，可以在留言區裡一起討論。這個物體掌握的可能是一種我們目前物理學仍是盲區的空間驅動技術，它不是在空間中飛行，而是讓空間按照它的意志運動。那這麼說的話，和曲率驅動原理還是有些區別的。感謝你能夠看到這裡，記得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不對，也許他在用最平靜最不张揚的方式向當时人類最傑出的飛行器诠釋，戰爭可能並不是提升科技的捷徑。本期影片的所有資料來源於網絡，真實性無從考證。那我是李洛克，這裡是小李碎碎念，感謝你能夠看到這裡，記得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或者推薦給你身邊的朋友。那我們下期再見。